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竖式构图。竖式构图的照片给人灵秀之感，看上去非常的美观大方。在拍摄风景的时候，许多人可能还是比较取向横构图，毕竟横幅构图结合超广角镜头，很适合大场景的拍摄。相比之下呢，竖幅照片反而有受限的感觉。所以感觉在拍摄风景的时候就不太适合竖式构图。其实不然，当我们想呈现景色的远近、层次、透视感时，往往选择竖式的拍摄会有比较好的呈现。竖构图拍出来的照片画面比例为3:4，这个比例并不符合我们人眼的视觉习惯。不过呢，用竖式拍出来的照片立体感更强，更适合拍摄那些高大感、线条感、前景与背景对比类的题材。在竖拍的时候，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。这两张照片都是采用竖式构图进行拍摄。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突出线条，画面上大面积的留白表现出了树枝的线条美，用残留的树叶进行点缀，使画面多了几分意味和情趣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通过逆光的方式进行拍摄，花的颈部自然弯曲，产生出天然的线条美。这两幅照片整个画面干净简洁。通过这两张照片提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要注意，当画面枝条没有什么特点或者环境比较杂乱的时候，虚化背景是一个简化画面的方法。虚实可以突出主体，简化背景增加画面层次的同时，还能让画面更有意境。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特有的元素，如果能把这些元素考虑进来，就会拍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照片。窗外的远山和阁楼显得更加淡雅，更有诗意。窗前的小花给整个画面平添了几分明媚。小姑娘站在窗前仰望着窗外，给整个画面平添了情趣，看上去犹如一幅美丽的油画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拍摄。我们可以采用低视角仰拍，以天空为背景，来实现简洁画面的目的。像这幅照片，通过仰拍的方式，整体上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。拍摄植物的果实，我们常常采用正面或侧面进行拍摄，而这幅照片通过仰拍的方式，使我们看到它不同的一面。说完仰拍，我们当然要说俯拍了。高角度的俯拍借助小光圈，表现一种由上而下的透视效果。拍摄时，我们要细心的取舍，删繁就简，做好减法，一枝一叶恰到好处。也可以将背景变成暗调或者是黑背景，暗色的背景搭配上绿色的植物，会使它们看起来非常的突出。这是一张有趣的照片。在冰面上，我们可以看到拍摄者的冰鞋，站在那里对脚下的冰面进行俯拍。冰面上漂亮的纹理，不少的情趣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组照片。两张照片都采用了留白的方式。画面中的留白这个词来源于书画艺术创作中，它指的是为使整个作品画面更为协调精美而富有意境，给大家留有想象的空间。留白的作用就是能给画面增添意境，使观看者有更多的想象空间。在摄影中，留白也属于减法的一种。留白本身就是制造意境，这里的白不仅仅是指空白，也包括画面中除实体对象以外的一些空白部分。
比如单一色调的背景，它们既可以是干净的天空、路面，也可以是水面、雾气、草原。我们在冬天带上摄像机去拍摄一些雪还没有融化的山峰，这样也不愧是一种好的选择。就如同图片中这样，近处的巨大冰块与远方白雪覆盖的天空，营造出一种非常寒冷的景象。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，远方的冰峰以及浮动在冰面上的小船，相互之间遥相呼应，营造出了当时现场的氛围。而这张照片呢，晶莹剔透的冰块向远方伸延，在这里层层叠叠地展开，看上去高低起伏，与远方的日落余晖遥相呼应，营造出冷与暖的感觉。我们再来看一组以仰拍的方式来拍摄的一组竖式照片。在左边的这幅照片中，我们能看到雕塑的结构错落有致，层次非常的鲜明，整体画面极富有立体感。而这张照片呢，拍摄者通过俯拍的方式，将排列整齐的小船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面积。小船虽然很多，因为它的排列整齐，我们看上去并不觉得杂乱。在画面的上方，我们看到了人物坐在那里，而人物所穿的红色的衣服显得更加的抢眼，在整个画面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总之，在竖式的拍摄中，我们很容易营造出纵深感以及画面的立体感。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对北极光的拍摄。大家都知道，极光只有在北极才会出现，而我们看到的极光都是在天空中呈现出一片，很少能看到从地面直接射入天空。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幅关于北极光的照片。竖向构图完整地展现了宛如绿色怪兽一般的极光，它在上空来回的盘旋。我们可以看到前景中的小木屋，以及清澈的湖水，空中漂亮的极光与地面的景物遥相呼应，看上去非常的壮观，有一种震撼心灵之感。在每个季节中，我们都有所要拍摄的事物，我们不妨跳出平时的拍摄习惯，尝试着用竖向构图进行拍摄，画面或许更有冲击力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以上我所说的这些技巧对您来说也只是个参考罢了。我们说实践出真知，只要勤拍多练，认真总结，细心积累，就能够拍出富有新意的照片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